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订阅我的频道，读懂 K 线背后的秘密。今天是北京时间2022年8月23日下午的13点59分，在这里呢为大家解读比特币的行情。首先我们看一下美股啊，美股在昨天这个交易日呢延续了日线级别的下跌。这个日线级别下跌呢，我在之前的行情分析当中提到了啊，它的下跌原因呢是因为两轮周线级别下跌西游之后，发生了一轮周线级别的反弹。周线级别反弹顶到60周均线这个位置上遇阻回落，周线级别反弹之后容易发生的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的一组 K 线就是日线级别下跌西游。目前出现首阴悟空阴线之后，昨天晚上这个交易日走出了8节阴线，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道琼斯工业指数最终走出一个日线级别的下跌，同时呢它有可能走出周线级别下跌，就是与反弹对称的周线级别的下跌。总而言之呢，道琼斯工业指数目前处在一个下跌的趋势当中，这样呢会倒逼比特币走出一个继续下行的一个结构。比特币的下跌趋势是怎么来的呢？我们在前几天的行情分析当中说了啊，因为美股出现了日线的标志性的阴线啊，也就是8月19号啊，上周五这天的标志性阴线，同时比特币它的这个收敛结构逐渐接近收敛结构的三角形的这个部分，也就是波谷连线和波峰连线形成的这个日线级别的三角形啊，它的一个焦点位的这个位置接近这个焦点位啊，就意味着它的趋势要发生改变。同时上周五8月17号这根阴线出现之后啊，它跌破了底边线，也就是波谷连线形成的底边线，跌破之后趋势发生改变啊，就是下行趋势启动了，反弹趋势结束了。同时呢，在行情当中呢，我们发现啊，它构成了一个4小时级别的下跌西游，同时呢，目前这个4小时级别下跌西游形成的下跌结构仍然没有完成。我们知道啊，一个结构啊，它是由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形成的，并且呢，我们能观察到这个焦点啊，直到我们在这个结构当中观察到焦点之后啊，这个结构才有可能完成。像上面这个反弹结构，我们能够连接出来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形成的焦点，并且我们看到这个焦点，证明它的趋势将要变化啊。那下行结构啊，当前的下跌结构，我们能够连接出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但是呢，没有办法绘制出它的焦点，证明它的下跌趋势没有完结啊。有的小伙伴说啊，在昨天晚上行情出现变化的时候说啊，他说美股出现了一波反弹，但是呢，比特币没有跟说错了啊，美股出现了一个阶段的下跌。就是昨天晚上啊，分时上美股一直在下跌，但是比特币没有跟啊，这是正常现象，因为我们要对行情有一定的包容性和容错性啊。大的趋势呢，它会跟从美股啊，但是呢，在分时上啊，不一定完全的跟随美股啊，所以呢，行情出现了滞后性，这个滞后性表现在它的反弹，比特币的反弹出现在了昨天晚上8点。出现了在今天早上8点才结束之后呢，继续开始下跌同时呢，在小日线上我们观察到它不断的测试20761附近这是前低附近，它在这里面要做什么呢？我认为在小日线这里它要做一个4次的波谷根据江恩法则呢，出现4次波谷之后容易出现新低。它这个4次波谷呢是不规律的。我们看到把这几个删掉。看到这里是第一个，这是第二个。那这个区域上我认为是第三个，反复对这个前低20761不断测试，原因是什么呢？不断的想让多头进场因为不断试探这个低点，大家会以为这个低点就是行情当中的最低点，所以呢多头会进场。
多头在进场之后啊，它最后一次第4次形成这个波谷之后，进行全面的绞杀，对多头全面的绞杀。最终低点的位置呢，我认为是在19000美金到2万美金这个区间。同时呢，在外围市场上，我们看到道琼斯工业指数主联，也就是道琼斯工业指数的盘前合约，在这个位置上啊，它将要面临120日线的支撑，所以呢，美股有反弹的可能性啊，在触及32757点之后有反弹的可能性，所以呢，比特币在这个位置上直接下杀的可能性啊不是很大啊，特别是在小日线上，在这个位置上直接下杀的可能性不是很大，它更容易形成4次波谷之后啊，我这么画吧，更容易在这里面形成小时线的4次波谷之后再次下跌。所以呢，整体的行情是下跌趋势啊，但是呢，我们做空的话，尽量耐心等待它反弹上来之后再行做空啊，再行做空。因为外围市场啊，它目前在这个点位上开始有反弹趋势了啊，它做的是日线级别的下跌，但在日线级别下跌过程当中，可能会发生15分钟级别到小日线级别的这个反弹，这个反弹上来之后，就是我们布局空单的一个时间点啊。同时呢，这轮行情对于比特币来说，我认为不会跌的很多，并且呢，容易出现一轮反弹。虽然目前是下跌趋势，但是呢，跌到2万美金附近之后，它容易再反弹上来，在这里面，在这个9、10月份不断的挣扎，最终呢，形成一个日线级别，在2万美金到19000美金这里形成一个看似的底部平台啊，让我们所有的人都误以为啊，这个位置是底部，这个位置是底部，这个位置是底部，也是在日线级别上形成4次这个底部形态之后，再行下跌，到达我们的目标位10500啊，这个是我们之前给出的一个目标位啊，10500，这个目标一定会到达。同时呢，在当前行情当中，尽量布局空单。布局空单。那现在呢，这个位置处在下行的趋势当中，但是呢，目前来看是有反弹的一个需求，所以呢，这个位置不做，暂时耐心等待它出现反弹之后再行介入。那在短线上呢，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个非常明显的压力线是在哪儿呢？这个压力线从3万美金5月份过来的波峰连线连过来的，是在23000美金。所以呢，当前行情如果能够反弹到23000美金，是我们可以布局空单的，在4小时级别上可以布局空单的一个时间点。同时呢，我认为这轮行情的目标位是在19000到2万美金。所以这个行情是越来越难做了。随着它的趋势这个反弹趋势完成，下跌趋势也将近，这种情况下呢，它的行情我们就会越来越难做。难做的时候，我们就不去做追空我们耐心等待它反弹上来做空。行情当中就这几个东西我反复的说了这几个东西，一个是趋势目前是在下行趋势，再一个呢，你要找到合理位置。什么是合理位置呢？反弹之后压力位是你布局空单的合理位置，最后呢就是控制你的仓位，同时呢设置止损，这样呢你才能在行情当中把握趋势上的利润。那以太坊和比特币我在之前分析说了以太坊和比特币是不同的，因为以太坊在之前的行情当中，相对于比特币来说，它有一个快速的拉升。同时呢，以太坊本身它构成了一个什么呢？构成了一个周线级别的上涨细流。这样呢，以太坊在下跌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个加速的过程。加速的过程呢，是相对于比特币来说的，我们认为以太坊会走这样的一个绿色线的这个结构，也就是一个下跌的结构，相对于比特币来说快速的下跌结构。同时呢，我们认为以太坊周线级别上涨细流顶到这个波峰连线这个波峰连线是弧形的连线，波峰连线之后呢，
它会有一个日线级别到周线级别的下跌过程，所以呢，我会强烈的看空以太坊。那么以太坊目前走到哪儿了呢？目前它出现了一个悟空阴线，那当前行情走八进阴线啊、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最终呢会走一轮日线级别下跌西游。日线级别下跌西游完成之后，如果能够到达12000啊，1200到1300之后，我们认为它可能会走周线级别的下跌西游，最终呢到达它的目标位1100美金。所以呢，我更看空以太坊啊，相对于比特币来说，我更看空以太坊。当然了，以太坊和比特币我都有空头仓位。那么行情当中还有几个极端的啊，比如说 CHZ 啊，昨天说了这个啊，它比较强势一些啊，在4小时到日线级别都非常强势，还有 LAZIO 啊，这也是非常强势的。同时呢，昨天发现啊 EOS 表现也不错，但我并不看好 EOS 啊，虽然它目前出现了一个突破行情，这个突破行情呢是站上了133和169日均线。站上啊，并不代表它这个结构能继续向上啊，但目前来看，它不是一个很好的做空标的，只有它回到1.6美金以下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做空它啊。它相对于比特币、相对于以太坊来说，走出了一个独立行情。但我们看到了，在之前的历史 K 线当中啊，133和169日均线构成了它整年的啊，从去年21年8月份一直到今年8月份一整年的压力线。所以呢，这里的突破啊，这个位置上的突破是不适于进行追击的。同时呢，我认为啊，回落至1.6美金附近啊，回落至1.6美金附近啊以下的时候是可以做空它的。啊，因为 EOS 筹码高度分散，超级主力容易在这里面做一波流的行情，特别是 EOS 最近啊有利好支撑的情况下，在这个位置上啊，它在底部大量吸收筹码之后，有做一波流行情的可能性啊。数字货币呢，不同于股票，没有特别好的利好支撑的情况下，不会有更多的资金对单一币种进行涌入，特别是这种 US 持有的人非常多，筹码高度分散，超级主力在没有雄厚的筹码之前，不会对它进行一个主升浪的拉升动作啊！不要相信某些人说3浪之后 EOS 到达1000美金，不要相信这种说法，暂时是不要这样做，因为目前毕竟是一个熊市行情。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对我 K 线西游战法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在淘宝、天猫、拼多多、抖音上购买我的这本独著29万字的独著《K 线西游战法》这本书。这本书呢分成3个部分，分别是西游战法、四象战法和八卦战法啊。对这个行情，特别是比特币的 K 线啊，做出了非常多、非常自有独到的解读啊，把这个 K 线做出了图形化的处理，做出了2维化的处理啊，用升维的方法去解读 K 线。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观看，同时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加入我的 Telegram 群或者 VIP 群，感谢大家，再见。